Hello，大家好，我是伟哥。前几天比特币来到了历史高点66000多点左右，相信现在你去菜市场逛一圈，可能也会听到阿公阿嬷在聊比特币。相信大家身边都有刚开始接触到比特币的朋友，那大部分最常见的问题就是，我现在买比特币到底算不算贵呢？现在到底算不算高点呢？以及那我把我钱丢进去虚拟货币市场之后，我到底要买哪些指标呢？或是买哪些项目呢？所以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个人观点。那刚接触的朋友一定都会听到说什么机构进场啦，什么什么机构又买进多少啊？那到底大家口中的机构到底是谁呢？那一般指的机构就是在美国的纳斯达克有上市的公司，像 MicroStrategy、特斯拉、Square 等等的。那为什么这些机构对于虚拟货币的市场有影响力呢？主要是这些公司买入了大量的比特币来作为投资，甚至是价值储备的工具。这时候又有一个问题啦，这些公司买比特币关我什么事呢？对于我又没有什么影响？其实是有的齁，至少我们可以知道别人大概是买多少钱嘛，别人的平均持仓成本是多少，甚至是到哪些价位以下，这些公司会亏钱。因为这些公司他们在买之前一定会做比较多的规划嘛，他们也不是说想到就马上买，或者说觉得看起来好像要涨了就买，他们一定是有经过他们一定的评估才会买进这个价格嘛。而且今天把公司的一部分资金拿来做本业之外的投资，如果今天价格涨了的话就算了，那万一如果跌了呢？大跌的话，股东可能就会出来跳脚啦。但是有一间公司可能例外啦，就是那间被虚拟货币耽误的电动车公司。那间公司可能投资虚拟货币的钱赚的比他们的电动车事业还要多。回归正题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公司他们的平均持仓成本大概是多少先讲结论这些公司他们的平均持仓成本约大概是在$29,000左右，大概是跟5月份的时候最低点差不多。那这个表格的话是星球日报在5月24号整理的资料，虽然说离现在已经快要半年了，但是还是有它一定参考价值。这个图片的话以及这篇文章的连结我会放在影片资讯栏，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再去看一下。那这边持仓最多的是 MicroStrategy 他们有9万多颗，平均成本在2万4左右。特斯拉的话则是有38000颗左右，平均成本大概在3万4。Galaxy Digital 的话大概是16000颗，平均成本的话是全部公司里面最低的它只有8000多块所以整体而言 Galaxy Digital 是最赚的那 Square 的话也是有8000颗左右，平均成本是在2万7。所以你会发现普遍这些公司他们持仓成本大概都是在3万以下所以其实他们再怎么样跌，只要不跌破3万，他们还是都会赚的那换个角度来想，今天就算从6万6跌回3万的话，这些公司还是不痛不痒因为它其实持仓成本就是这么低。如果今天换作是我们呢？今天如果你是6万投入的人，今天跌回了3万，你还握得住吗？所以这边给大家一个心理建设如果今天比特币突然跌回3万，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不要就太恐慌这样子。那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也是一个常见问题如果说你身边有刚接触虚拟货币的朋友，一定都会问你说到底要买什么啊？哪些项目值得投资啊？你要不要推荐几个来买？今天如果很不幸的刚好你身边都没有朋友在接触虚拟货币的话，那另外一个常用的管道可能就是上去群组或者是讨论区发问。那最忌讳就是碰到这一种碰到这一种就是呢，他就是把项目的名称遮住了，然后也把交易量都遮住只贴了一个类似像标股的图这个就是投入进去之后呢，当天可能就赚了2倍3倍这样子。那这种的话你一定要避免这种通常就是就是要赚你的钱了常见的套路大概就是跟你说这个是刚上的新币100倍币，赶快来买刚 ICO 而已还有白名单赶快来抢我跟你说啦，有这种内线消息也不会轮到我们一般人啦，这种都是要割你的啦。那回到正题要怎么样挑比较适合的标的呢？当然自己做功课也是可以，那其实有更快的方法就是你可以参考一下现在虚拟货币圈里面他们一些创投的机构，或者说一些基金的组成成分这样。那第一间要介绍的公司叫 S6Z S6Z 是一间传奇的创投公司，它从2011年就开始大量投资软体业，包括有名的 Skype、Facebook、Twitter、Airbnb 它都有参与投资。这间在矽谷的创投公司在2013年的时候就已经投入了虚拟货币世界了，在 Coinbase 还只有8个人的时候，它就已经给予了2500万的 B 轮融资。今天 Coinbase 已经是纳斯达克的上市公司了。我们来到 S6Z 的官网，它的右上角有一个 Focus Area， 下面有一个 Crypto 选项。在选项里面呢，
它上面有4个分类。那最下面的话就是有一个 portfolio， 下面这边就是他现在有在投资的项目。那大家可以根据这个他们的投资项目来做一个参考。如果说你对其中某几个项目有兴趣的话，它可以再点进去有他们的相关连结。那刚刚有提到 ASUZ 它是一间创投公司，它的本质是投资公司哦，所以它并不一定会列出说你常看到的币种，它大部分主要都是列一些服务或者是一些机构等等的，像你常用的 OpenSea 也在里面，然后像 Foundation 也在里面。另外如果说你要找他们现在最新的动态的话，在 Content 这边有，它就会告诉你说现在他们正在进行中的项目有哪些。像在10月初很有名的他们投资的 Axie Infinity， 这边大家就会介绍一下他们为什么要投资 Axie， 然后他们的想法是什么，都会写在这边。当然也可以等到一些中文的主流媒体发布了讯息新闻稿之后再来做参考。可是通常这些新闻稿一出来他们的价格都会有正相关通常呢新闻稿一出来价格就会上去了所以我建议如果说常常在寻求别人的意见要投资哪个标的的朋友，你可以直接关注这些主流的创投机构他们所关心的项目，因为他们关心的项目通常都会利多。那最应该避免就是每天在群组里面狂发一些标股图片的人那些人就跟你手机常常收到的垃圾简讯没什么两样那介绍完创投公司之后，我们来介绍一下另外一个大咖这个大咖就是灰度，它是一间基金公司。灰度它跟 AS6Z 一样都是早期的虚拟货币投资者那灰度的话在2013年就已经成立了，它是一家专门做加密货币的信托基金公司。灰度是最老牌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加密货币基金公司之一。那灰度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也获得了 ARK 的大量投资Casey Wood 他本身也是非常看好整个虚拟货币的市场。那灰度它的基金的组成成分其实都有公告它的官网上面。我们来到它的官网之后呢，这边有一个 Investment Product， 下面拉开之后呢有一个 Investor Deck， 点进来之后呢，这边就可以下载它今年年度的报告。报告还蛮新的，这是这个月的报告。那它一开始有介绍他们灰度是谁，那它的历史是怎样，那我们关心的是到底他买了什么东西嘛。最后面的几页就是今天的重点。我们第一个看到的是 DeFi 的基金，那仔细来看你会发现这些项目大部分都是以太坊上面的项目而且都是比较历史悠久的项目。所以一般的话你看连基金公司他们组成的成分都是一些比较老牌而且比较市值比较大的公司了。那相对的如果说你想要进行比较稳健的投资的话，建议你学习他们的配比第二档基金的话则是以市值来做挑选，它是选择前几大市值的项目来作为它的成分股那其实就蛮像我们台湾50的概念。那这边的话也顺便回答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就是说你的比特币跟你的以太币到底要占多少比例呢？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比特币的话是占 60%， 在以太币的话则是占了 26% 左右。所以如果说你是想要比较保守的操作的话，你可以让比特币占60%，以太币占30%，然后其他的小币种就占1%左右，这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操作。今天就到这里啦，我是伟哥，我们下次见，拜拜。